所以看起来啊蛮短的一个式子，但是考虑起来啊思路顺畅，你考虑的清楚，你就能够比较顺利的得到结果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得分好几段来讨论。不然的话啊，我们分好几段讨论，那就会使得问题过程变多，然后题就变得复杂，出错的几率就比较大。也就是我最开始说的，你这个动区间，你们俩都在对称轴的右侧，你们俩都在对称轴的左侧，你们俩在对称轴的左右两侧，你还得考虑什么时候是哪一个端点离对称轴近，还要找他们俩的中点，中点找到了之后，对称轴在中点的左边，在中点的右边讨论的情形就多了。好了，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就把二次函数的问题都给大家讲完了。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定轴动区间这样的一个求最值的问题。大家看这个式子非常简单 ，f(x) 等于 x 方加 2x 加1加1，它呢，我可以配方 x 方减去 2x 加1，然后再加 a， 把它配成 x 减1的平方加 a。非常明显，开口朝上，对称轴是 x 等于1，这叫定轴动区间区间是不确定的，然后让我求它的最大值。由于它是开口朝上的，定义域呢，我们一看就是 x 属于 r， 抛线是无限向上延伸，那么最低点是它的最小值。现在呢，说它有最大值，说明最大值一定是在端点处取得的。你看，它是 B 区间，在端点处取得。那我想简略的讨论它如何才能取到最大值？因为我抛物线是固定的呀，你看，对称轴在这儿嘛。只是呢，我加的这个 a 我不知道，所以呢，我的抛物线和 x 轴是相离相切还是相交我不知道，但是它不影响我求最值，所以我压根儿就不管它。那么我只考虑啥呢？我只考虑 t 和 t 加2，它可以呢 t 在对称轴的右侧。t 和 t 加2，你看落在人家的单调区间里了。也可以呢 t 加2和 t 落在对称轴的左侧， t 加2落在这儿， t 落在这儿，也落在人家的单调区间里了。你要求最大值我们一看图就知道什么时候最大。也可以一边取一个那种情形呢，就是 t 在对称轴的左侧， t 加2在对称轴的右侧。当然我还得考虑你的终点 t 和 t 加2的终点，还得找它是离 t 近一点还是离 t 加2近一点。所以我要想简略的表示，我怎么表示？我就可以这样的这条线是 x 等于1，我只考虑 t， 我不管你是正的还是负的，是在对称轴的右侧还是左侧，我只考虑我的左端点 t 和1之间的距离，1和 t 之间的距离，我们就表达成 t 减1或者1减 t 都可以。而另一个端点 t 加2和1之间的距离就是 t 加2减1，这是 t 加2和1之间的距离，这是 t 和1之间的距离。我只考虑它俩之间的距离，它比它小和它比它大两种情况。如果我要考虑它的绝对值比它小，说明什么呢？它有两种情形。第一， t 在这儿， t 加2在这儿， t
t 到1的距离小 ，t 加2到1的距离大，所以呢，显然在 t 加2处，我就得到最高点，在 t 加2处取得最大值。所以这个时候 f(x) 有没有最大值？有，它的最大值就是在 t 加2这儿取到的，就把 t 加2带进去 ，t 加2的平方减去2倍的 t 加2，然后再加 a， 然后再加1，这个就是它的最大值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这个 t 和 t 加2一定是在这个对称轴的左右两边吗？不是，这是 x 等于1，它还可能都在哪里呢？因为 t 加2一定是比 t 大的，也可能都在右边呢。t 在这儿。t 加2在这儿，你的 x 就在这儿取值，图像保留这一段，还是取 t 加2的时候它有最大值啊？它能在左边吗？在左边它就不符合这条了。在左边 t 要比 t 加2小 ，t 在更左 ，t 加2呢肯定就离1比较近了 ，t 就离它远了，就不是这种情形了。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形，它的绝对值小于 t 到1的距离和 t 加2到1的距离它小它大，有这两种情况，都是在 t 加2处取的最值。好了，第二种情形呢，我们就考虑 t 和1之间的距离，它是大于 t 加2和1之间的距离。那么我再画图，这是我的对称轴 x 等于1， t 有可能在这儿，抛物线是这个样子的， t 加2可能在这儿。很显然呢，它离对称轴的距离要大于 t 加2和对称轴之间的距离。它是对称轴，它离对称轴远，它离对称轴近，最大值在哪儿取得呢？最大值就在 t 处取得。所以这个时候 f(x) 有没有最大值？有， f(t) 就是它的最大值。带到解析式当中 ，t 方减2t 加 a 加1，这就是它的最大值。那么像刚才一样，它们俩一定在对称轴的两侧吗？不是的，它还可能这是 x 等于1，抛物线是这样的，因为 t 比 t 加2小 ，t 一定在更左边，然后 t 加2在 t 的右边，在1的左边 ，x 在它俩之间取值，图像只保留这一小段。x 取值的区间就是抛物线的单调区间，很明显，依然是取 t 的时候它最大。所以你看，我就分了这两种情形就可以了。至于这个呢，你就把它转化成1元2次不等式，也就是 t 减1的平方小于等于 t 加1的平方，展开。t 方减去2t 加1小于等于 t 方加上2t 加1，正负 t 方约掉了，1也约掉了，我们得到的结果把它移过去，是 t 大于等于0 ，t 就大于等于0。在 t 大于等于0的情况下 ，f(x) 就有最大值它的最大值把它一整理，这个我整理一下 ，t 方加上4t 加上4减去2t 减去4加上 a 再加1，正负式约掉了，它们俩一结合t 方加上2t 加1加 a，t 加1的平方再加 a，
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f(x) 的最大值就是它 t 加1的括号的平方加 a。 另一个道理也一样，把它解出来，它和它正好是相反的 t 小于0，然后它在 t 处取得最大值，它们仨结合到在一块 t 减1的平方再加 a， 它就是 f(x) 的最大值。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f(x) 的最大值就是 t 减1括号的平方，然后再加 a。 好了，所以看起来蛮短的一个式子，但是考虑起来思路顺畅，你考虑的清楚，你就能够比较顺利的得到结果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得分好几段来讨论。不然的话我们分好几段讨论，那就会使得问题过程变多，然后题就变得复杂，出错的几率就比较大。也就是我最开始说的，你这个动区间，你们俩都在对称轴的右侧，你们俩都在对称轴的左侧，你们俩在对称轴的左右两侧，左右两侧你还得考虑什么时候是哪一个端点离对称轴近，还要找他们俩的中点，中点找到了之后，对称轴在中点的左边，在中点的右边讨论的情形就多了。好了，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就把二次函数的问题都给大家讲完了。